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最近因为习近平和普京呢，在93阅兵的时候有个对话就是说人现在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活到150岁。那么大家希不希望活到150岁呢？当然是吧，很少有人说不希望。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活那么久？器官移植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其实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真正的死亡它不是一个心脏的死亡，或者是肾脏的衰退或者肝脏的问题或者肺的问题，而是大脑的死亡。换句话说，大脑的寿命就是人的寿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有移植肾的，有移植心脏的，有移植肺的，有移植肝脏的，有移植大脑的吗？没有。所以换句话说，想通过移植来解决人活150岁的事儿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脑是不能够被移植的。因此呢，我们要想长寿，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大脑的寿命。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应该在这个器官移植能不能让人长寿，而应该关注我们怎么样保护到我们大脑这个让我们成为长寿的一个关键的器官。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这个痴呆症已经是全球的第7大死亡的原因。就是说65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痴呆到了80岁呢，这个数字会上升到3到4个人这很可怕哦。这10个人就有3、4个人是痴呆的，这无论是对社会、对个人还是家庭呢，都是一个灾难。我们在临床上就有一位75岁的企业家，他各方面都很好，身体也很硬朗，打网球，但是慢慢出现了记忆力下降最后连自己的公司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家里人说呢，这个身体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人呢，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这就是大脑衰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说身体还在，大脑先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科学研究发现我们人的大脑每天都在丢失几千个神经细胞这首先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在不断的死亡。第二个呢，我们的能量不足。大脑虽然只占我们体重的2%，却消耗20%的能量，可见呢它有多么忙碌。这个能量在哪里产生的呢？就在细胞里面很小很小的粒线体里面产生的。这个产生的过程中我们讲过，功能呢是越来越下降的，就好像电池它不能够蓄电了，就这个概念。而且这个线粒体也是很容易受伤害的。受什么伤害呢？就是我们讲过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各种各样的原因激发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自我保护功能造成的炎症。那如果是个慢性炎症的话，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让神经细胞退化。还有一个就是氧化应激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粒线体在利用氧气和我们吃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来产生能量的时候，它同时产生了对身体有伤害的特别活跃的那些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就伤害到线粒体本身，同时呢伤害到 DNA， 伤害到细胞最后伤害到器官所以我老说这可能是上帝制造的一个人一定会生老病死，它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你在不断产生能量，因为能量支持我们的生命活动那它不断的产生废物不断产生有害的自由基来伤害我们自己的细胞。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产生了生老病死的问题。慢性炎症、氧化过激这件事情几乎是所有疾病的一个基础，包括衰老。另外呢，就是血管的供应不足。我们大脑24小时需要能量，需要营养，是吧？它最重要的就是要血液来供应这个东西。那么微小的动脉硬化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发现他开始说话好像口齿不那么清楚或者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有的时候想不起名字有的是这样那样，但是他很不明显。那还有的人呢他甚至没有症状，
因为它那个堵塞的这个动脉它是在一个不太明显的一个功能区，所以它叫做一个静默的腔隙性的脑血栓或者说它很小，或者是说它在一个不活动地区，你一直不知道直到它有一天一下堵了一个大血管让你一下中风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血管的供应不足是对大脑来讲很大的事情。而且你想想我们每天站着，这脑袋顶在头上，那个血液要供到大脑里面，那是很费劲的那有人说为什么高血压？对很多人来讲，它也是一种为了给大脑供血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血压，它血才能够供上去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它表现的是一个高血压，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深层的必要的反应那么你如果找不到能够改善它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它这个高血压本身它也是为了让身体的各个部分得到这个血液的供应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单纯的降血压的话，虽然呢它给血管的压力减轻了，但是对我们需要血液供应的器官来讲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和压力长期的这种抑郁焦虑它不光是让你这个看上去就注意力不能集中这个记忆力就很差，其实呢它会直接导致我们大脑的那些负责记忆的这些组织和结构，比如说有个叫海马体它会造成它的萎缩那么直接就影响到记忆和学习。所以这个情绪和压力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直接的生理的和生化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讲四维医学。情绪它是一种能量，它会造成结构和生化的变化，而情绪呢又跟我们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有关系，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维了那么所以呢，问题不是能不能活多久，而是能不能活着的时候脑袋还要清醒这是一个真正挑战的地方。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所以首先我们要做一些低成本的关键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保健的部分保健部分是什么？是你自己要做的是你可以防止预防疾病的所以要做的越早越好。比如说睡眠就很重要，大家很多人不重视睡眠，熬夜是吧？或者是昼夜颠倒，是在这个睡觉前吃东西还有一些喝酒抽烟喝很多咖啡的人都会造成失眠。长期失眠的人，这个脑痴呆的阿尔茨海默氏病的风险呢会增加40%。同时呢，你要增加运动每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研究发现呢，它是能够增加我们刚才讲的海马的体积延缓记忆的衰退。我们讲过精神压力这个焦虑会让你的海马体缩小那么运动呢，这可以增加它的体积这就是一个对抗所以呢，人们在精神压力焦虑的情况下，可能最好的一个办法就去做运动。第三个就是饮食美国的研究发现呢，长期你用地中海饮食的人，他这个认知障碍的风险就降低30%到35%所以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是真的是很有道理的这是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智慧，也是现在的科学研究的在发现。地中海饮食无外乎就是有足够的健康的脂肪健康的蛋白质健康的谷物水果等等，控制碳水和这个不健康的脂肪。那么在精神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对抗焦虑和抑郁呢？真的是要改变我们的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过去大陆喜欢用的语言，实际上呢就是要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哈佛大学的纵向研究发现，那些有生活目标感的人，他的认知障碍的概率能降低2倍这些呢都是不花钱的事简单又便宜又关键，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马上开始做。如果你想真正的长寿又清醒这是一个必须立刻开始做的事情。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些都做到了，我这个记忆好像还在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检测了
和特殊的补充。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的这种先天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先天就产生一些基因有缺陷，是吧？有些酶的功能不好，造成了我们在这个营养代谢的过程中出现缺陷那么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在呢，我们可以检测来发现你到底缺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方面的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我们针对性的调整和补充。你比如说，有的人体内就缺 B12， 缺叶酸，缺欧米伽3，有的人缺维生素 D3， 是吧？有的人缺锌 B6有的人缺镁和钙还有的人缺一些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再生医学了再生医学像外泌体特别是婴儿的脐带血里面肝细胞所产生的外泌体，它能够帮助修复神经损伤，减少慢性炎症虽然它还是在认知的早期，那么我们发现呢，它对我们有这个早期的脑损伤不管是外伤造成的，还是早期的这个认知障碍的整个的健康状况和功能水平都有很大的改善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不用外泌体来治疗诊断任何疾病我们是用它来改善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他的生活质量，他的功能的水平，功能的恢复我们呢专门做这个研究所以呢，如果您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呢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把你加入到我们的研究计划当中去。另外呢，就是氢分子的疗法这个日本的研究发现这个氢气吸入能够改善帕金森患者的运动障碍。为什么呢？这个氢分子它是一个强抗氧化剂，直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神经细胞里面，所以呢，它对神经的保护非常厉害。不是很多营养素都能够进到大脑去的，但是氢分子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推荐这种氢分子疗法无论是你吸入纯粹的氢分子，还是你喝这个富含氢分子的水，那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对它的这种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最后呢，我们要讲就是针灸和中药针灸真的是中医的精髓它不光是镇痛，它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能量的通路打开，能量的性质给它平衡同时呢，就补充和疏通能量呢，让我们身体呢能有更好的功能。所以呢，研究发现针灸结合中药是可以改善失眠的，提高睡眠。我们刚才讲过，睡眠呢对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很重要其实呢，针灸和中药都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企业家的案例呢，我们对他全面评估以后，发现他虽然有这种已经智力突然下降，但是呢，我们发现他有严重的B 族维生素的缺乏特别是 B6 和 B12， 同时呢有慢性炎症。他的慢性炎症主要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一个是肠道的问题，他的肠道有菌群失调，肠道有炎症，造成所谓的肠漏给全身呢带来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另外呢，他也是精神压力很大，作为一个企业家是很不容易的，要承担各方面的压力精神压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们就制定3项方案也非常简明。第一就是个体化的营养补充这都是根据他的血液检查、大小便的化验来确定的，也根据他自己的先天的基因表观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听到这种精准营养精准营养不光是测遗传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测它遗传表观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它的遗传上缺陷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综合的结果要针对那个结果进行调理还有就是针灸，针灸是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针灸就对于一个人体来讲就像一个电气工程师对一个汽车来讲的重要性
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常年都是没有得到过这个能量管理的哈。第三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情绪啊，情绪管理。精神压力大嘛，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智慧啊，但是我们都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坐而不求，你要真坐而不求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有的人说我没有压力，我就不做了，所以呢，你怎么样做到既做又不求这就是一个需要修行的事情哈。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呢，他还真的很努力企业家嘛，总是有动力做正确的事情。3个月后呢，他的记忆有明显的改善，他还重新可以参加董事会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大脑的衰老它不是完全不可逆的有很多因素是可逆的。我们老用一句话这是年龄大的原因，就好像就推卸了责任。其实不是，不管多么大的年龄的人，你一定有可以纠正、可以改善的因素。这些因素纠正、改善了以后，一定会让你的大脑的健康状况恢复到更好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科学研究还是临床案例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通过系统性的检测、判断和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让大脑变得更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有生活质量的长寿不然的话，你人身体还不错，是脑子已经不管用了。所以呢，活着呢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希望大家知道，人的寿命实际上是取决于大脑的寿命大脑保护不好，你的寿命就不会长。做这件事情越年轻的时候做越好，大家一定要从今天开始呢就要努力。如果你想更深入的学习呢，我在会员区给大家准备了一段专门的视频讲再生医学、中医的调养就是这些大脑延寿的可行的方案，也会讲到一些基因检测、营养方案、氢分子疗法的详细内容所以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那有朋友感兴趣的说我是不是可以到你们的诊所哪里可以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呢？我现在建一个我们叫做4维医学专科这个专科呢在我们杨氏整合医学中心也有现在在北方医学中心也有包括我们在这个 SY 美容医学中心也都有所以呢，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呢通过这个节目跟我联系，我的助理呢会帮助大家呢做一些安排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分享呢，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您的支持呢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让更多的朋友受益大家好，我是杨锦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